这是一盆养了有10多年的黄芦，在南方每年的这个时候正是它开花的旺季。黄芦的花比较奇特，花开久留不落的花梗呈紫红色羽毛状，薄薄的一层是烟丝雾。在野外见过花开时连成片的黄芦里，远望就像烟雾缭绕在树间，历来被文人墨客比作叠翠烟落寻旧木和雾中之花，因此黄芦又有烟树之称。比起黄芦开花的含蓄，深秋的黄芦红叶时就显得特别红火，也被叫做红叶。野外黄芦的老桩能看过自然环境的摧残，都有几分古朴苍老的味道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黄芦盆景最近是比较火了。我今天不是来烧火的，主要讲一下如何冷静地对待黄芦及如何养好黄芦盆景。黄芦属落叶树种，喜阳光充足、通风较好的环境。黄芦耐寒耐旱，生存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。黄芦下山桩在种养前要对树干进行长膜保湿，用疏松透气的沙子土种植。种植的时候用半湿的土，把土捣湿即可以，不要浇所谓的定根水。黄芦有个明显的特点，喜欢潮湿的环境，但忌盆土过湿，尤其是盆中积水容易产生烂根。黄芦不耐湿是在南方养桩失败的主要原因。养黄芦下山桩，保持盆土偏干的状态是比较容易生根发芽的。黄芦有个最大的弱点，容易得立枯病，这是造成黄芦四肢枯干的主要原因。产生这种病害最初的表现是四肢主干开始腐烂，野外奇特的扁桩也应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。这一盆山端原本是有枝叶的，在养护管理中失误，因腐烂造成上端的主干枯萎，仅留了根部层厚的部分。对这种立枯病一经形成是基本无药可治的，最好的办法是进行预防，要及时的剪掉这些枯枝病叶，清理腐烂的部分。每年的开春和立冬前用石榴合剂涂扫2遍，基本能阻止这种病原体。黄芦像枫类对节百纳一样，属于结生芽树种，不发不定芽。对黄芦盆景的养护主要是控养。在进行控养前，先按照造型的要求把黄芦树桩的枝干养出来。像这些枝干是在放养状态下成型的。黄芦的生长还是比较快的，在放养的阶段把枝干吊了到位，达到了基本过渡再进行上盆控养。对黄芦进行控养的手段主要有3种，一是进行肥水的控制。黄芦有2个生长旺季，初春和早秋，这2个阶段是黄芦的主要萌发期。在这个阶段不施肥，要控制浇水，保持盆土偏干，发出来的芽直接就会变短，而且它的叶也会细小。等枝叶基本变老就可以进行正常的养护。这一盆的叶就是经过控水形成的，而这一盆在控养期遇到了阴雨天，长出来的枝节明显长，叶比较大。2是逼芽疏枝，像这种枝条，顶端的优势明显，后段不长侧枝。最有效的办法是剪去枝尖，在后段逼出芽来，等后段的侧枝长成之后，再往后缩剪，逐步达到缩短枝条的目的。黄芦不耐修剪，以剪刀到位，剪短的部分没有枝叶是很难萌发新芽的，这一点在修剪中一定要注意。3是对黄芦的整形。黄芦的枝条比较脆，在攀杂时比较难掌握。最好的整形办法是进行吊拉，并与控养必要相结合，把主枝拉到位，再由侧枝形成整个树冠。养黄芦盆景除了观花观形，
最值得品尝还是观它的红叶。黄芦的红叶是在深秋形成的，主要的原因是秋季气温下降，叶片所含的花青素增多所致。当气温下降到10度左右，而且昼夜温差增大，叶绿素在低温下被破坏，这样就有助于花青素的形成，树叶就会由绿变红。原理上是这样，前提是树叶生长健康。到了秋季，黄芦有一个生长期，在廊坊10月左右剪掉老叶，像这样剪叶时要留叶柄，新叶的形成就为红叶创造了条件。到了11月左右，夜晚的气温降低，如果遇到几次太阳，就会出现秋叶红硕火的场景。我是山丘农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